接下来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曲折。来，你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解决？你妈妈的问题啊？我妈又怎么了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：如果我愿意放下一些东西过来这边，你妈妈会不会接受我？这是一个很小的生活场景，被我们的编导拍了下来。如果提炼成一句话的话，其实就是在爱情中，如果有一方妥协了，另一方就真的能够跟他在一起吗？接下来要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恋人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广30岁，来自广州，从事的是 IT 业；女主人公小玉26岁，来自北京，是一位酒吧老板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。谈了几年了08年到现在了，感情好吗？一直都很好，但就有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我的工作。你的工作怎么不是挺好的吗？我非常不赞同他继续在做酒吧。一个女孩子每天晚上10点开门，2、3点才回来，是吧？女人也是需要工作的，我并没有觉得我的工作有什么不好。问题你可以去做个正常一些的人的工作啊。这个怎么不正常？先不说你烟酒啊，先说其他的。你看，他每天上下班都有开店以来的一些朋友过来支持他。每天就对他毛手毛脚的。如果你女朋友是这样子，你觉得心里舒服吗？我觉得不舒服。我一会儿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俩是在哪儿认识？怎么认识的？其实就是他在他酒吧认识的，就是在我酒吧里认识的，就是在酒吧里认识的。他上我这来喝酒，我觉得挺浪漫的呀。他的想法是那种很大男子主义的，女人就是应该相夫教子，在家里待着，哪里都不要去。那你那个时候追人家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些呢？其实我不敢跟他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追他嘛。现在是大家已经年纪毕竟大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做一个文员，或者做一个高级的一些公司的管理层，以你的能力足够的。对于那种特别死板的工作，你不觉得特别的无聊吗？如果我做酒吧，有一些女的经常过来就叫我出去或怎么样，你会怎么想 ？OK 啊，我可以接受啊，因为这是你的工作需要。比如说川哥，你去我那儿喝酒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了，勾个肩搭个背的，特别熟的朋友，这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是他小心眼儿。其实我只是关心你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不关心你的话，我不会叫你把这边的东西放弃来我这边工作。我家里足够支撑着我们2个的生活。我现在跟你过去了，就是虽然是说过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，可是我觉得我自个儿会跟社会脱轨。我现在听明白了，就是说他希望你跟他去南方做全职太太。对。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爆发点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母亲百般阻挠。今天来了一位他的舅妈啊，去到他家我就看这3个女人一台戏的了。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好，你想想，他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就是地域歧视。南方人和北方人真的是在生活上、观点上真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我都说他们家3个女人真的很厉害，我简直 hold 不住他们3个的啊！就像一个后宫那样子，有皇太后了，有贵妃了，还有她皇后了，这完全我是没有办法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得了这个场面。妈妈为什么反对？因为我们家里就2个人，爸爸是在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。如果说我跟她嫁过去，那妈妈一个人在北京，没人照顾她。我可以把你们接过去。她在北方生活了50多年，你突然让她去南方，她真的是适应不了。那你愿不愿意迁过来呢？现在问题是我就算迁过来，她妈妈也未必能够。为什么她迁过来，你母亲也不会同意？她就嫌弃，就是说我到目前为止在北京那么久，还是租房子。因为妈妈一个人特别不容易，我肯定是什么事情都要去为她考虑。也就是如果没有你母亲的祝福的话，你是根本不会嫁给她的。如果再说家里人的话，我家里人也不愿意我过来，因为他们觉得这边很干燥。我跟他说了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说我可以1年2、3个留在这边，2、3个留在那边，2者兼得的。但是他就觉得好像还是飞来飞去不稳定，
这真是一个难题。其实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难题。看起来好像所有的责任都是在家庭里的，这对恋人之间真的就没有问题吗？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家庭吗？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。基本上在这个舞台上，如果男方比较鄙视女方的工作，或者是讨厌她的工作，但凡是有这种想法的男生，都是自己内心不够强大，不够自信。你怎么就这么害怕呢？因为我不是他择偶的标准，他要1.8米的。谁的择偶标准是一成不变的呢？每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当中，在最开始找伴侣的时候，都有一个大致的轮廓，但是往往最终两个人牵起手来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你身边的那个他跟原来你想的根本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每天就是在妥协、追求、平衡当中来追求幸福的最大化。而且你们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完全全不可以去弥补的，南北差异彼此互相欣赏就解决了。母女之间的择偶标准的这种差异，你让她女儿幸福就可以了。你们之间的工作问题，你信任她就可以了。他没有给机会啊，他母亲没有给机会。机会不是他给的呀，就像女方所说的，你自己要去争取的。现场其实就是一个考试场，因为舅妈来了嘛。我们一起进入旁观者清。首先，我们从舅妈开始吧，哈，来。哎，大家好，今天刚才咱们听到专家刚评论说的好，到现在你说话我们北京人听不懂，你们南方的生活习惯我们接受不了。再说了，你说你到我们家来，将来以后生活怎么办？你家里都是独生子，我们也是独生子。你让将来你过来了，你父亲要有病了，母亲要有病了，啪嚓来一个脑血栓，你回去你赶得上吗？说句实话，虽然我们闺女说妈妈不同意，我这舅妈的更不同意，因为你的说话、你的表情，不像个爷们儿，不像个汉子。舅妈，真不像个汉子。又不是让您嫁给人家，有点喜欢啊。他说话，哎呀，毛毛雨洒水了，我说实话，我真接受不了。你觉得行吗？就冲他面对我们俩的问题上，他是不够爷们儿。我想说一句话，舅妈啊，真正的男人比的是责任心，真正能担当的男人才是男人，而并不是说个子怎么样，说话怎么样。所以他说话，南方人说话，可能你觉得听上去挺不舒服的，撒嘴啦，要不是这，但是一个男人真正的他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撑起这个家，能在关键的时候付出自己的真心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很多表面上看上去挺高的爷们儿，真正的时候根本不扛事儿，没错，跑得比鬼还快，我告诉你。您说这话我不否认，我们做老人的就从方方面面的考虑，比如年岁越来越大了，对吧？我们需要看病，我们都指着我们的女儿，因为给她培养大了，对吧？我这舅妈无所谓，撇一边。行，妈妈可不同意啊。对，那我接下来问您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个小伙子心眼坏吗？说句实话，心眼不坏。哦，心眼不坏。第二，对你女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老觉得是一厢情愿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所愿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他？我真的是被他们搞的。这就问题大了，这就问题大了。你原来真正问题在这儿。我估计我是真的是我夹在中间很危险，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我现在只问你呀，你心里对他有没有感觉？你爱不爱他？你喜不喜欢他？爱肯定是有的。那你为什么刚才说我不知道呢？以我的感受，这么多年的感受，姑娘说到现在也是实情，因为姑娘也很纠结，人的感情，我就告诉你，她的犹豫，她的动摇，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。看来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难推进的。我们先听听小玉母亲的一个态度吧，来。您希望您女儿找一个什么样的呢？就在北京找一个北京的。我在北京生活了10几年，因为我孩子是从小就在北京长大的。那就是说，他要是也同意留在北京呢？那是不可能的，3年了，人一般般。另外，他在北京也没有房也没有车，什么一无所有。想坏了，结婚是租房的，那我更不同意。那他俩以后要是就比如说要走到结婚的那个地步，我也不会祝福他的。女方個媽媽即係賣女，唔係嫁女。我請問你說什麼呢？你說話說普通話，我們聽得懂，你罵我們都不知道。哦，那我就說，小玉他媽是用金錢來衡量她的女兒，是用金錢賣女兒，不是嫁女兒。哦，您是这么看的是吧？ Yeah. 我们不说他母亲的态度哈，
我们特别想知道您和您的爱人哈，如果他们要结婚的话，你们有什么要求吗？其实这个事情他们谈了3年，他们都没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感情出现了一点问题。我们在广州都有2套房子，他跟他妈妈过来住都没问题的。小玉到广州之后也可以找一份工作是吧？不一定在北京生活。如果现在我儿子说愿意留在北京生活，我也随他去，因为我也不想左右他，他喜欢小玉嘛。小广这个父亲说这段话，我恰恰觉得，你说南方人心眼小吗？愿意来一起生活，一起生活。儿子大了就儿子自己想去北京就去北京，没有任何的说我们要怎样。可是主持人，我说实话，咱们说的是将来一生一世。好几10年在他们那边生活就不习惯了，为什么？对吧？生活根本就不也不会这样了，应该你可以就是说，在北京过半年或者在广州过半年，这个也没问题。你看，你要求我们说我们女儿跟妈妈一块儿去到你们生活，那将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北京生活可以吗？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那可以，明儿你就到北京来。你们全家几千到北京来生活，没问题，买房子买车，好吧？可以啊。买房子买车到北京生活。那你现在就慢慢来嘛。我说实话，我问他妈妈，你了解他的妈妈心里的跟他的心情吗？我唔知啊。什么叫老母鸡呀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母鸡。甭管说炖母鸡也好，老母鸡也好，没有人说你母鸡，没有人说你母鸡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你也不是母鸡。不是这意思，大家听得懂吗？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差异。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家庭的这个问题闹到所谓的南北方的差异。没有人想骂你。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我们看到太多的南方姑娘嫁到北方活得很好，很多北方姑娘嫁到南方也不错的。现在我倒觉得小玉你的态度特别的重要。现在看来，你们的情感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小玉啊，也许我真的没有给你太多的感动的事情啊。从08年开始到现在，大概有1000多个日夜了，但感觉好像你还没有体会得到我的那种真情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今天也是50%吧。然后我希望你给了50%的机会，我重新再来过。我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东西，可以放弃一部分可以放弃的原则，但我希望你像专家所说的，给做一下家里人的工作，因为真的爱你的。我也考虑了 ，OK， 工作我可以放弃，我可以不做。妈妈只有一个，我爱我的妈妈。别的我什么也不想说了。熄灯吧，两位请回啊，请回。舅妈，您听着也流眼泪了哈。您还觉得是这小伙子一厢情愿的追你们家闺女，你们家闺女不爱他吗？愿意回去给说道说道吗？说句心里话，这么多年他俩交的3年了，也挺好的。可是呢，女儿太爱妈妈了，割舍不下亲情。您帮着说说，没说嫁了人就一定没亲情了呀，是吧？来，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份爱会得到你们的祝福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64.52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应该订婚往前走，因为彼此是爱的。我想有爱会克服掉很多的困难。他们自己是怎么选择的呢？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
其实早遇到会有这个结果的，我还是会继续等待他，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他舅妈说一下。舅妈，也没有这么正式叫过你，其实我想由衷的说一句，希望你可以把我的真诚转告一下他跟他妈妈。毕竟3年时间也不长也不短啊。然后我希望，如果他感动不了，我也许跟他还是好朋友，一切从朋友开始。你能不能再给一次机会我呢？在今天这个现场，你所说的话，包括专家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我也挺感动。我会帮你努力的，好吧？谢谢舅妈。跟他之间分了以后，如果再找的话，你还会找北方的女孩吗？我觉得我没有地域方面的差异思想，我会随缘的这个东西。但是现在来说，我暂时不会再找，因为我承诺过我会希望舅妈帮助我去做中间人。我希望未来2、3年可以慢慢感动他们。所以我也想跟这个舅妈说的是，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骄傲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去贬低别人的家乡。任何这种想法都是浅薄和无知的。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好地方，只要它孕育了我，给了我爱情，给了我事业上的成功，我们就爱这片土地。不要因为南北差异而去导致一段爱情的丧失。我谢谢。舅妈刚才说被感动了哈，其实当这一幕出现的时候，我相信现场有很多女孩子不是感动，而是会喜欢这样一个男人。他表现了一个男人的成熟，表现了一个男人对爱的一种执着。也今天要特别的谢谢舅妈哈，舅妈已经答应要给你们做一个中间桥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段真的爱情因为其他的非爱的因素、偏狭的理解或者一些所谓的传统的一些理念被终止掉。我们希望这样的爱在现实生活里被延续。谢谢小广的到来，祝你幸福。谢谢。来，请回。